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們昨天住在烏山頭湖境度假會館，今天上午一大清晨6點過後出來散步。那首先我要造訪位於飯店附近的八田羽衣銅像。八田羽衣銅像就在飯店前面，大概100多公尺處。這是有迦南大圳之父之稱的八田羽衣銅像。八田羽衣1886年出生於日本石川縣。1920年，八田受命負責建造迦南大圳的核心工程烏山頭水庫。1930年，迦南大圳完工啟用。1942年，搭乘大洋丸號前往菲律賓途中，遭遇美軍魚雷攻擊，不幸罹難，享年56歲。1978年，經過迦南農田水利會努力，塵封已久的八田銅像再次回到烏山頭水庫。迦南大圳設計者八田羽衣4像。銅像的後方是八田羽衣及其夫人外代樹之墓。這個墓碑是後來重修的，所以紀元也改為中華民國。墓碑旁，這是祭司中島利男氏分法。中島利男是八田羽衣的同事及部屬。八田羽衣銅像是1930年迦南大圳完工之後，當年民眾為了感念八田羽衣的貢獻，所以在1931年在烏山頭水庫建立這座銅像。不過後來這座銅像有2次躲藏起來，一次是2次大戰末期，當時日軍因為物資匱乏，所以對於銅鐵開始大量的徵用。那這座銅像因為不是官方設立的，所以當時民眾擔心這座銅像也會被日軍徵用，所以就將銅像藏了起來。那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那民眾也擔心這座銅像會被國民政府破壞，所以又將銅像藏了起來。一直到1978年，嘉義農田水利會才從倉庫裡面將這一座銅像重新樹立在烏山頭水庫。這座勤住燈籠是來自日本石川縣金澤市森本獅子會贈送的。石川縣金澤市是八田羽衣的故鄉。八田羽衣銅像正面向着烏山頭水庫的大壩。我現在走往烏山頭水庫的大壩，下方是櫻花公園。不過這個季節來，當然是沒有櫻花可賞。前面那裡有一輛蒸汽火車頭，這裡保存了一輛蒸汽火車頭，是當年烏山頭水庫興建期間用來搬運建設水庫材料的運輸工具，行駛於水庫與農田之間。這輛火車頭服勤於1920至1930年之間。這裡保存了一座水閘門的設施遺跡。迦南大圳分為北幹線與南幹線。這是南幹線、北幹線的分歧閘門。這是原始的分歧閘門。
前面這裡要進入烏山頭水庫的大壩了。前面那裡是嘉南大圳新的進水口。而當年八田雨衣設計的舊進水口，在水壩下方不遠處。這邊有石階步道，可以通往訓功碑，還有舊的導水路。我待會回程再造訪。烏山頭水庫大壩土掩堤標高66.66公尺，長1273公尺，高56公尺，頂寬9公尺。底寬303公尺。左前方那裡是太陽能遊湖船碼頭。我抵達壩頂的南端入口了。這裡有烏山頭水庫大壩土掩堤的設計介紹。這座大壩僅用非常少量的混凝土，而是採用半水程式工法。作業程序將大石頭留在最外層，最輕的粘土、小沙、軟石被水沖走，濁水中的粘土沉澱凝固成中心不透水粘土層。這一工法土木界名為八田掩堤，堪稱是國寶級的設計。臥堤銀輝，前面這裡就是太陽能遊湖船的沉船碼頭。如果要搭乘太陽能遊湖船的話，那麼車子是可以直接開到這邊。這邊路旁有停車格，非常的方便。這是航班時間。我們昨天下午就有來搭乘太陽能船遊珊瑚潭了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上一支拍攝的影片。那我現在就要原路折返。壩頂這裡有一條岔路，我就從這裡走往訓功碑。更下方那裡是嘉南大圳的舊送水口，右側有石階步道通往壩頂。左側這裡是掩堤工作站，訓功碑應該在前面那裡。前面是訓功碑，又稱衛靈碑。烏山頭水庫完工之後，八田雨衣技師建立了這一座訓功碑，以悼念因為興建這座水庫而殉職的134位工程人員及其家屬，包括台灣人與日本人。訓功碑，石碑的背面刻着維持昭和5年3月建之烏山頭交友會。昭和5年，1930年。基座這邊的三面刻有殉職者的名單。训功碑的碑文是由八田雨衣親自撰寫的，不過是用日文，我也讀不太懂。那其中有一段網絡有翻譯，那我念給大家聽。如果曾文溪的溪水慢慢地還是在流，你們的英靈永遠和烏山頭水庫照應了我們整個嘉南平原。我要從這裡走往嘉南大圳的舊送水口。
這裡是嘉南大圳的舊送水口，設有八田技師紀念室、波間舟山休館。這裡是舊送水口，當水庫放水時，4孔送水口同時噴洩出水勢磅礴，因此享有舊南營勝境、珊瑚飛瀑之美譽。八田技師之夫人外代樹女士於1945年9月1日，因喪夫及次子參戰未歸之打擊，在此投水自盡。這是原嘉南大圳的送水口，烏山頭水庫的水經由這裡送入嘉南大圳，灌溉的範圍包括台南、嘉義，還有雲林。這邊目前施工封閉，所以我沒辦法走到橋上去觀看嘉南大圳導水路了。我現在走回烏山頭湖境度假會館，就跟我老婆會合，一起吃早餐。這邊有石階步道，那我就不走馬路了，從這邊走往八田雨衣銅像。前面那裡就是烏山頭湖境度假會館。我走回到八田雨衣銅像這裡了。我今天清晨在烏山頭水庫的歷史散步之旅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